好家伙，今年的旗舰机们又是一个大变样啊，全都赶在年内发布，而且卷的方向明显又和去年不一样了。影像系统纷纷选择原地踏步，但都很有默契的把电池都堆了上去。好家伙，我都怀疑这些高管们是不是有个群呐？而且今年的高通和天玑那是真的有来有回，更别说今年的 Pro 放桌上，嚯，这都谁呀？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旗舰们谁最适合你。为了准备这一期节目啊，我和小伙伴们把手里的 iPhone 狠狠地荒废了半个月 ，Apple Watch 又扔了。专心只用这些安卓旗舰，别说，感觉有些安卓人人都有的东西，那可是苹果用户求之不得的玩意儿，而且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大小毛病。就举个例子吧，谁能想到微信扫个码都会分369等呢？你看，这是一台小米，在这个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时候呢，它这个扫码就扫不出来了，就哪怕我双击放大，它也是扫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换一台 OPPO， 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距离哈，哎，它切了一下摄像头，它就能扫得到。所以搞得我还简单的测试了一下，结果非常的离谱啊！小米15 Pro 的扫码距离只有61厘米 ，iPhone 的长焦在这个距离还对不上焦呢。而同时呢，华为的2台连1.8米的时候都可以扫到 ，OPPO 也不错，1.7米多。这是因为他们都可以在扫码的时候调用自己的长焦镜头，是不是有点意外？那在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大家，对哪家的手机比较有好感呢？看看后面的东西和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好，进入正题，第1台。先讲荣耀，跟华为藕断丝连的刻板印象还是依然适用啊，那也不能怪咱们刻板印象。你看，你也不澄清一下，是不是？采用我们家族的星环设计。你看，只有荣耀和华为是80瓦无线充，它们俩都是可变光圈，也还都是3D 人脸识别。最离谱的是气息唤醒。Magic 5的时候有，好，现在一看，鸿蒙 Nest 也有了。今天天气怎么样？你们的群在哪？拉我一个。来者不善呐，你才是来者。看一下换季助手，鸿蒙还要单独摘出来是吧？好，不开玩笑了。荣耀做的最特别的地方是 Magic 7标准版的刀法，不会让人觉得这你都要砍一刀，反而感觉是这砍得不错。在7 Pro 上面，摄像的硬件拉的是非常满的，主摄是带可变光圈的，长焦是2亿像素的大底，超广角也是大杯里面最广的12毫米。但看一下 Magic 7，主要就砍在摄像头上，你看砍得多好。其他关键的卖点基本没动，比如100瓦充电、超大电池、高频调光 LTPO 的屏幕，连 PPI 都没变，只是一个直屏一个曲屏，超声波指纹也没砍。如果想要大直屏旗舰，这就是你的菜了。真影像体验呢，我觉得还是没有3D 人脸识别和 USB 2.0。哦对，甚至连外放都没有砍一刀，嗓门都比别人大一个级别。但屏幕这块我想吐槽一下，它的偏移的时候会有一些色彩的变化，不过这倒是不影响使用，也不影响护眼。但与之相对的是，系统真的无敌好用，而且几个月过去，荣耀甚至又比之前变好用了，就还是很有大开大合的大公司范儿的。想好的东西猛猛搞，本来几年前看着还好，现在一个个叠加起来都成城墙了。要看荣耀有特点的功能，你得长按。一堆 app 就露出犄角了，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拖过去试一试。比如说看到喜欢的图片，拖到右边去收藏；看到想买的东西，拖过去识图；看到不懂的拖给悠悠。这是什么车？还不光是图片哦，地址也可以拖给地图直接导航。准备出发。英文直接拖给翻译，还可以拖给微信发给朋友。总之，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可以拖。灵动胶囊可以放好几个，动画超级浮夸。不过这不是关键，它的稳定性是我用过比较爽的那一种。别以为简单哦，这可是安卓机的老毛病了。而且护眼每代都加强，现在又原片阵又4320赫兹了，系统里面也一堆的护眼设置。你看这么多难题，荣耀都解决了，但是回头一看，怎么还有个拍照拉下了？倒是也能用，但是风格比较浓郁，跟今年主流的准确质感的理念不太一样。Live Photo 打开之后颜色会变，并不像其他家那么无感。
好吧。不过听说荣耀已经下定决心，甚至挖了一些大佬来弄。那至少我相信，对于荣耀来说，只要想搞定的功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吧？哎，最近这个荣耀呢，也搞了一个影像的 OTA 啊，它这个口气还贼大。最明显的是，你看这里，长焦它加了一个 AI 算法，超长焦拍完之后呢，它就自动会去算。你看，我现在先拍一个建筑，等它 AI 计算一下。Later。这效果就贼激进，P 这种方方正正的建筑效果还挺好的。如果是这种超远的树木和花草呢，这 AI 也能算出不错的效果。这前面这一排的树还挺正常的，这后面这一排就有一点那种热带雨林的感觉了。但像人像啊，还有脸这种，这个 AI 就搞不定了。你看我现在拍一个这个蜘蛛侠，这什么啊？是高跟鞋吗？这个这个眼睛也太搞笑了，变成一条横了。好，我现在再拍一下这个金克斯。不是姐妹，你谁呀？等一下，不是哥们儿。听我说谢谢你。要是以前，我可能会说，如果你是华为的老用户，可以看一下荣耀手机。但现在的荣耀，我觉得如果不是专门冲着拍照来的，都可以看一看。配置不但不拉下风，甚至在扬声器、屏幕、3D 人脸识别这一块还有独特的优势。加上荣耀的系统，说实话，最近这几代我还没有遇到谁用完之后觉得不好用的，一般都是问出吗？小米也有点特别，其实我当时特别好奇这个亮银版到底是个什么质感，自己买了一台亮银色，狠狠地用了一段时间。小米的这一代还挺有意思的，不是说它变化很大，而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还是大杯4曲屏，小杯直屏，摄像头依然放在角落，但这不是坏事啊，这可是现在的旗舰里面唯一一个不会碰到摄像头的机子，屏幕的色彩也相当的舒服，也算是小米的传统优势了啊。对，堆数字也是传统优势，尤其是15 Pro 6100毫安时的电池是所有旗舰里面最大的，屏幕也是唯一一个2K 的，小米15甚至还拿到了小贝唯二的超声波指纹，另外一个是荣耀一次性根治了小米指纹又慢又难摸的问题，而且依然坚定的站骁龙。但不乐观的就是影像了，哪怕是从硬件来看，也很难说进步了。15的主摄一样，超广角一样，长焦变了一点，但不多。15 Pro 呢，去掉了可变光圈，长焦换上了 Ultra 同款传感器，但变成5倍，1到5中间的这一大截就空出来了。但到了拍出来的差别还真不小，锐化加上来了，尤其涉及到草的时候就非常的明显。而且至少目前15系列的拍照还不是特别稳定，我是觉得有点可惜的呀。小米前几代好不容易抛弃的数码味儿，这一代小米又捡回来了。这里放几组样张，你们喜欢哪种呢？至于系统 bug 有吗？还是得有的。用的这半个多月里面，就出现了像是自动亮度漂移，小爱同学只认识苏七。播放音乐的时候，明明在耳机里面播，但显示是扬声器等等问题，而且短信过滤简直就是筛网捞汤，全漏。反正我觉得是被 iPhone 上面的熊猫吃短信暴打，甚至在库安里面都有人做了一个关键词列表来弥补骚扰拦截的问题。我就很好奇了，你们手机垃圾短信拦截的效率 OK 吗？但小米总是这样，让人又恨又爱。你看，如果出了点什么问题，有无数的人帮你解决，而且你要说它体验不好吧，有没有特别让人用不了的问题？这次15系列用了无缝息屏显示之后，配合很不错的壁纸系统，换新机还是情绪价值拉满的。好家伙，它又 bug 了！你看哈，我现在设置一下这个动态壁纸，你看这个是动的，对吧？我把应用了之后，哎，这一下是动的，对吧？啊，我解锁进去，然后我再锁屏，再解锁，后面它就再也不动了，怎么样都不动了。它现在就只有重启之后的第一次可以动了。啊，然后它就只有这个重启之后的第一次是动态壁纸，然后它又变成静态的了，好无语啊！而且现在小爱进化成超级小爱之后，我在想，是不是小米又想整活了呀？现在小爱接入大模型之后，有模糊识别的能力了。就比如说，我要去这里，开启我们的旅程。我想拍剪影，是不是很有意思？那如果加入到米家的控制里面，是不是就能像现在的车一样？我好热，小米自己判断一下我在哪，需要看什么东西，到时候体验就能有断层领先了。
总的来说，小米的感觉会比别家更加突出，手感、质感，米家和雷总是长板，稳定性和功能反倒是短板。没错，功能是短板，甚至现在在 HyperOS 上面都没有一个好用的焦点通知，快递日常显示一个点开查看详情。但如果你想要选一台小屏旗舰，15就是手感和质感最好的那一个，还带超声波指纹。如果想要打游戏的话，目前来看，骁龙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的。到了 OPPO 这边，明显这个设计思路就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了。一般来说，开年旗舰的套路都是把去年超大杯的摄像头下放一部分，然后照常换一个新处理器、新屏幕这些就好了。但是这么一塞，咵的一下，今年的 Pro 全都塞得肿肿的。而 OPPO 又另辟蹊径，和其他旗舰风格都不太一样。X8 这2台把摄像模组做得超薄，小屏的精致感也很好，甚至他们还保留了3段式静音键的设计。你说它欧风可以，但人家想的可一点都不少哦。哦对，吐槽一个，今年 Pro 版还用短焦指纹的也就它一家了，连一加用的都是超声波了，自己吓自己啊！从硬件上面就能看得出来 ，OPPO 今年的思路还蛮特别的。除了把自己蹭成欧风以外，抓生活场景是 OPPO 这一次努力的核心。拿拍照来说，它的摄像风格跟其他家都不太一样，他们追求的就是掏出来就能用。拍照只有一种色彩模式，没有哈苏生动、哈苏经典，色彩的感觉就像是一盘沙拉，看起来像是西兰花，咬一口，哇哦，真是西兰花，完全没有惊喜呢。但这一次的重点是他们的运动抓拍，它的激活方式是识别快速运动的物体就能自动抓拍，全自动全焦段。如果还是害怕抓不到呢，按住拍照键会自动提升快门速度，开始连拍。看看 Rango 跑酷是这样的。总之就是主打一个凝固。这也是今年唯一一台4摄的 Pro， 一个3倍，一个6倍。但比下，因为今年大家都力推 AI 算法，其实超长焦的优势并没有多大。好处其实是在3倍左右更加清晰 ，AI 的算法痕迹也会比较少。而且在几十米的距离外，双长焦也能虚化掉背景。当然，如果你想要长焦微距的话 ，X8 Pro 就满足不了你了，色彩也总是会比别家淡一些。所以 X8 系列更适合拍照的场景是拍小孩、拍宠物之类的光速运动物体。OPPO 的系统也是一样的路数，咱们都知道，之前 OPPO 的系统功能是非常稀少，但你往好处想，它的系统更像是往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添置家具，因为比较空，摆进去的时候呢，逻辑都很顺，很合理，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往里面放，对上眼了就特别的好用。大家都有分屏，但 OPPO 的分屏是这样的，不会俩屏幕顶来顶去，谁也用不好。大家都能识别验证吧？但 OPPO 的话，无论你用什么输入法，它直接弹一个小气泡在这里，一点就输入进去。而且 OPPO 还有一个记忆账号信息的功能，你第一次登录甚至是注册的时候，它就可以按照格式把记住的东西填进去。你看，藏了很多的小心思在系统里面，可不只是个欧风。还有高手啊！你看，如果我现在点一下这个 B 站链接，这灵动岛这里呢，它就会直接提醒我，点一下，它直接就跳转过来了。甚至今年的天玑也比较给力，从各种跑分、游戏、功耗控制这些来说，跟骁龙的机子并没有太大的差距。OPPO 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就是还比较空。大家都有的话，那 OPPO 也会有，但有的不是很齐。就比如说 OV 米都能跟 Mac 互联，但 vivo 和小米还可以在互传里面看到自己的电脑一键传过来。vivo 甚至能够有线连接，还能够自动备份图片和视频。然后看看 OPPO 这一个，甚至跟网页版界面都是一样的，而且每一次都要重新登录一遍，简直离谱。不过整体上来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 OPPO 确实是瑕不掩瑜。如果你注重手感，生活场景和 OPPO 的节奏比较契合，尤其是钱没有，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而且功能缺失的部分，尽管大力吐槽，发在弹幕里面告诉 OPPO， 他们看到的是真会改。如果说 OPPO 是往毛坯房里面放东西，那 Nest 更是重量级，还在盖楼呢。Mate 70系列维持着上一代 Mate 的肥肥宽度，一堆放在口袋里面都能直接磨出来。但是这一代的华为实际上的变化比看上去的变化要大太多了。大家说今年有什么区别？华为感觉开始进入状态了 ，Nest 初步成型，处理器已经稳住脚步，开始迭代，拍照着实给了个大惊喜。一会儿我们细说。现在新出的这几台旗舰都可以到手就升级 Nest， 是你的话会选择 Nest 还是鸿蒙4.3呢？
在我看来，这两个系统现在是各有各的特点。现在4.3版本明显有更成熟的支持嘛，还有华为一贯的稳定。说实话，好用是好用，但有点无聊是真的。Nest 好玩的东西会更多 ，bug 也会更多。平时用的那些软件，比如说像是外卖、打车软件、地图，甚至这些航司的 APP 已经有了。像这边支付宝啊，还有一些银行的 App 也已经上线了。微信、QQ 就不用说了，这些大部分都有了。哦，对了，还有就是这里个人所得税的 App 也准备上线了。我拿小伙伴的主力机对比了一下，这里面160个应用，只有35个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软件大部分都是一些工具软件，比如富士打印、DJI Mimo 之类的。还有就是小米全军覆没，小米商城、米家、小米运动健康这些全都没有。OK。其实我一开始听说 Nest 的时候，脑子里面就闪回了一下那种企业专用的国产系统和软件。当时我的想法是，估计只有政企才会用这些东西。但你看看现在的效果，这哪是冲着政企去的呀？这是冲着我的心窝子来的。你看，唯一一台没有杂志锁屏的手机，虽然可能是没有来得及做，但 Nest 是不是真的更加爽呢？流畅动画这些已经说厌了，还有些真只有 Nest 才能干的事儿。你看，各种 App 都得调用系统相册，选中一张照片就只能读取一张照片。现在还有个接口，如果看着 B 站的时候，你碰一碰另一台 Nest， 就可以把你现在看的视频飞过去。色彩管理也做得更强了，现在甚至长按预览的图片都是带 HDR 的，苹果都没有做到。我的期待是 Nest 之后能够实现更多安卓权限里面实现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云相册之后，安卓里面就没法在发图的时候自动下载原图，看 Nest 得了。我现在唯独一个最担心的是什么？机子里面有一个叫做出镜翼的 App， 这个 App 用了一些类似虚拟机的手段来运行安卓的软件，万一这东西成了后续的突破口，让华为放松了对 App 的要求和审核，那可能 Nest 的潜力也会被封印住了。卓一通这个 APP 呢，这里面的软件它运行是能运行，但你看这个 APP 里面就卡卡的。而且呢，如果你要想在这里面去用一些图片的话，你看你点开这个相册，它是空的，你要先在这边点击这里，然后你把这个图片给导进去，然后传完了之后，你才能在这里面看到这些图片。刚刚导了2张，所以说这里就会有2张照片。像消息通知啊，还有分屏这些，一概都不好使。如果是上架了 Next 的应用，你在这里搜它也是搜不到的。拍照这块，红枫的具体原理这一次就不展开了，效果倒是真不错啊，远的效果能跟 vivo 打一打，近的效果没人能跟华为打，主摄的解析力更是遥遥领先。我可以拿今年的旗舰来比较一下，来，你们猜猜看哪一台是华为？色彩的控制既不会特别的暗淡，也不会油腻恶心。这次华为还挺潮的 ，Live Photo 也跟上了，小红书、抖音、微博也都能发。鲜艳模式的照片，我估计也有很多小伙伴会喜欢吧。感兴趣的呢，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做的一期专门聊拍照的。华为的机子到底推不推荐？我觉得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如果想要买的小伙伴，那我就能告诉你，现在的体验不会拖后腿，甚至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如果不喜欢的小伙伴，也没有必要诋毁，大家只是选了不同的手机，不是在选阵营。这一次因为 Pro 加版本降价，加上它相比 Pro 版升级了 RYYB 传感器、大内存、天通卫星通讯、更大的电池，我是觉得 Pro 加的版本是更加值得推荐的。而标准版的处理器跟另外3台不太一样，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了。机子这2年是猪突猛进啊，要硬件版，要软件功能全，要人像基本盘，要风景也够清晰。如果说旗舰机都是水桶 ，vivo 的桶总是看起来比别人大一些。今年的 X200系列虽然闹了些毛病啊，整体还是很够意思的。有没有实际机主来说一下体验怎么样 ？vivo 今年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大桶再均匀的扩大一些，就这么一扩啊，什么都变了。看一下 vivo 之前的旗舰机走的都是轻薄路线，哪怕是 X90 Pro 加都可以说得上是薄的，直到去年 X100 Ultra 没绷住，搞了个胖呢。你看现在这个 X200 Pro 有多夸张啊！如果我把它放在小米的充电座上面，它是不是会被顶起来？这回 X200 标准版和 Pro 2台都跟去年的 Ultra 差不多手感。看完拍照，大家可以说说看值不值得牺牲这个手感。
从拍照来看，X200 Pro 的拍照跟 X100 Ultra 比没有明显落于下风，哪怕是超长焦和普通夜景，清晰度有时候还会暴打 X100 Ultra。而且这一代 X200 Pro 拍 Live Photo 是不用切到抓拍模式的，X100 Ultra 也就在极限夜景里面才能逞强了。风格走的是那种比较浓郁讨喜的观感，但可别以为只是饱和度战士哦。其实，在面对不同光源、不同场景的时候，它的还原能力可一点都不比其他家差。眩光这个问题确实严重程度在各家 Pro 级旗舰里面是最严重的一台，但没有洗的意思啊。主观的说，在我的这几个月的使用里面，暂时还没有遇到会影响我拍摄的时候。不过现在倒是 OTA 了一个 AI 修复功能，效果是这样的，算是个解法。我还试了一下贴镜头膜，别说我还真有点用。而且这一代的屏幕观感也比之前好太多了，边缘不偏色了，屏幕也通透了，至少现在不会成为很大的槽点。系统里面，去年的时候我会形容为大杂烩，功能多是很多，但互相之间主打一个各管各的。但今年 vivo 狠狠地修了一下，比如说把蓝星小 V 和周易助手合二为一，以及整理相机模式。你看去年和今年的对比有多离谱。现在潮水退去 ，vivo 离谱的开发能力就露出来了，基本上想到啥就能做啥。荣耀有任意门，我也有 ；Nest 能拖图片到小横条，我也可以；魅族 OPPO 可以点击顶部返回，我也可以；小米 OPPO 吹可以跟 Mac 互传，我甚至能有线互传。跟 Windows 互传，其他家还得借 vivo 的互传来用。小米有街拍模式，我也有。大家都能拍照 ，vivo 甚至能帮你一键换成春夏秋冬。反正大家有什么喜欢的功能，可要捂好了，不然过段时间就能在 X300上面看见了哦。总的来说呢，经过近1-2年的观察和使用 ，vivo 的这些新机子推荐出去还是比较放心的。尤其是喜欢拍照的普通人，一到手就能感受到它拍照的惊喜。喜欢就日常稳定用的人 ，vivo 的稳定性也相对不错。但是不是 vivo 这水桶机就无敌的呢？哎，今年跟去年又有点不一样了。对了，看到这里，小伙伴们会 pick 哪台机子呢？如果有看好的机子呢，我也整理了一下它们的链接，挂在了置顶评论里。除了大家的特点，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今年的机子本来价格低的涨价，本来贵一点的降价，双向奔赴之后，现在荣耀的标准版已经和其他家拉到了同一个价位了。华为的 Mate 70 Pro 加也降了一点，虽然还是很贵。另外一个区别是，今年大家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荣耀开始要人处理拍照的问题，小米继续扩大小屏旗舰的优势，并且开始努力修 bug。OPPO 正在补齐功能缺失和稳定性的短板 ，vivo 把乱七八糟的功能整合起来，屏幕也靠谱了。华为呢，已经 next level 了。之前很多参数表面看不太出来的隐形短板，也都已经提上了日程了。好期待啊！1年之后的旗舰得强到啥程度 ？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 Kell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